面是小丑阿可在春田会议中心包场举办个人主题展会，这里有戏子鲍勃监狱艺术展、阿可蒸汽笔替身演员签名亭，还有阿可好友见面会第41季试映。这位小丑阿可秀的传奇明星，按照每年的惯例，给现场粉丝秘密放映了节目花絮，比如乌龟吃掉了他的大裤衩，表演被绑架遇到真劫匪，又在拍摄过程中误伤了鲍勃。八仔作为阿可的10年老粉，一眼就看出偶像超级不想出庭，别人一发言提问，他就满脸不高兴。莱尼起身提问：小丑先生，你的灵感都是从哪儿来的？阿可说：老子是天才。眼镜仔问他后续的职业规划，阿可说他计划再拍一部阿可电影，团队正在等一个需要被讲述出来的故事，只要发现了好剧本，他们就照搬，不对，是不花1分钱也不通知原作者，把剧本借鉴改编出来。别人要是问起，就说这是致敬。阿可觉得这群粉丝比自己还没创意，年年问的都是那些毫无新意的问题。为了报复不是奖励他的忠实粉丝们，阿可针对他们最喜欢的动画做出了巨大改动，那就是重新绘制的全女性角色傻猫与坏鼠。看到这么劲爆的消息，八仔觉得天塌下来了。丽莎却觉得他找到了知音，眼前一亮吧，孩子们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呀，绝不是为了迎合政治正确。阿可再三强调，他们小丑阿可秀团队非常注重性别多元化。八仔认为偶像这是在毁他的童年，虽然他的童年还没结束。尼尔森也觉得不可理喻，现实里傻猫和坏鼠可都是男生呀。马丁认为女老鼠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上肢力量去挥舞电锯，男生们同仇敌忾，不约而同的开始喝倒彩。阿可谴责这群小鬼不懂感恩，反正他们都去打游戏不看自己的节目了，他毁个童年又能咋地？认命吧。现在女性权利无处不在，超人的票房不如超女，小丑在荧幕上远没有小丑女活跃，大女主题材眼下很赚钱，娱乐圈的流行款是用票房决定的。听听台下的欢呼声，女孩们都很喜欢她的奉承。阿可高兴地宣称她在春田小学成功掀起了性别战争，男生们郁闷地走出展厅，纷纷吐槽这是阿可节目做的最差的改编，比戏子莱昂纳德·科恩还差劲儿。八仔提议等女生版傻猫和坏鼠上映时，大家都到他家来，在新动画开始那一刻，大家立即关掉电视，表示坚决不看。大伙儿纷纷点头赞成，认为这个主意很妙。马季望着这一幕，觉得春田这只小世界又有点魔幻起来了。丽莎也感叹，她从没想过傻猫和坏鼠到底是男是女，现在变成女生，莫名感觉还挺酷。马季说他一直以为这对猫鼠是已婚夫妇，所以才天天吵架打架。丽莎提醒老妈，这2个物种的不同好不好？马季反问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说男女之间的差异相当于2个物种吗？为了举办不看女版猫鼠的抗议活动，八仔早就在家里准备。老莫教育儿子，你小年纪就找到了讨厌的东西，这非常好，但八仔你先克制一下，不要把讨厌情绪过早用光了，这玩意儿要留着一辈子享受呢。之前打职业搞战队，八仔都没弄对服，这次为了让抗议活动办得有声有色，他甚至花大价钱搞来了统一制服。马季端茶送嘴，伺候儿子的同学们。可恶的小丑阿可果然背叛男同胞，上映了女版猫鼠。大伙儿关掉电视，一起蒙住眼睛，要用几10分钟的沉默进行无声的抗议。丽莎的举动恰恰相反，她在楼上卧室里准备记录下又一部老经典，弃暗投明成为女性动画的历史性时刻。丽莎打算拍自己的反应，即使猫鼠都换成了女性角色，里面的血腥暴力还是一点都没少。正是这种原汁原味，让这部动画保持着十足的喜剧效果。丽莎在楼上大笑，引来了准备上厕所的八仔。八仔一看到动画镜头，立即忍不住大笑。不幸的是，他的反应正好被手机拍到了。八仔吓得逃回了客厅。这时动画已经播完了，男生们解开眼罩，纷纷击掌庆贺。他们又一次在了解一件事前，成功施加了偏见，实在太令人骄傲了呢。八仔还带头发誓，誓死不看女版傻猫和坏鼠。同伴们也纷纷发誓。丽莎一瞧，八仔居然睁眼说瞎话。他看的时候明明笑得比谁都欢，老是被八仔用恶作剧捉弄的他，决定趁此良机报复回来一次。他把视频传到了网上。不妙的是，第2天电视台的整活节目就把这个视频编成段子，一男孩赌誓不看女版猫鼠，却偷偷乐得喷苏打水。侯默看到这一段，赶紧给儿子报喜，恭喜你啊，八仔，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世界第1伪君子了。侯默对八仔发出了无情的嘲笑，笑得直打嗝，不愧是亲生父子啊。八仔在网上黑红了，起哄的网友们把他写成歌，做成表情包，截成动图，铺天盖地的搞笑二创，进一步扩大了伪君子八仔梗的知名度。第2天，八仔一去学校就被尼尔森等人堵在校门口，他们义愤填膺的谴责他。八仔破罐子破摔，说猫鼠动画确实很好笑，我发自内心的笑了，没去管那些角色是男是女，这难道是我的错吗？众人齐点头。眼镜仔更是大发性别对立言论，就是你的错，你还不承认？他们今天抢走了猫鼠，明天又会抢什么？我都不敢想啊！男生们因为生八仔的气，下意识都听从了眼镜仔的话，这让眼镜仔瞬间感觉自己掌握了权力。为了展示自己的领导才能，眼镜仔学习政治斗争的精髓，要打击八仔的精神和肉体。他一声令下，尼尔森等人便追着八仔揍。八仔慌不择路，被堵在了女厕所门口。为了不挨打，他只能钻进女厕所里，却在里面遇到了3个朋克女孩。他们抓住八仔就好好收拾他。为了女神阵营的最终胜利，先干掉敌方议员先锋。八仔赶紧下跪求饶，说姑奶奶们饶命啊！你们喜欢用喷绘恶搞校长办公室，别打我，我给你们带路，这事我非常擅长。在八仔的带领指挥下，朋克女孩们成功把西莫气了个半死。事后姐妹团击掌相庆，八仔也来凑一手。现在他被男生们排挤孤立，这群酷女孩和他志趣相投，都爱恶作剧大人，为什么他们不放下对他性别的成见，一起联手玩开心呢？朋克女孩帮原本只针对老师，现在看了女版猫鼠动画，决定针对所有男性。八仔主动来投靠，那就勉为其难说他当个男仆吧。另一边，眼镜仔也在煽动听他话的男孩们，说社会企图消灭男孩，
孩。看看新闻吧，日本议员都开始提议要阉割所有未成年男性，等他们通过了女性尊重考核，才能合法拥有命根子了。社会还宣传娘炮文化，从精神上阉割男性啊！眼镜仔越说越激动，打算搞一个男生联谊会，或者叫男孩权利联盟，简称男权联。在场的尼尔森等人就是男权初代成员。眼镜仔向大家承诺，他们将成为史上最强、最有影响力、最得民心的组织。眼镜仔煽动男孩们起哄时，巴仔已经跟着女孩帮开始偷偷搞事儿了。他们袭击了教堂、男厕所以及校街、西木校长、警长等社会上颇有点影响力的成年男性。随着女孩帮搞的事儿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的春田人知道他们的存在。春田镇新闻主持人称这些女孩是美少女恐怖分子，他们昼伏夜出，用整座春田镇当表达自我的画布，涂鸦从公路涂到电视台上，大有要把春田镇整个涂一遍的架势。丽莎看到这些新闻后非常的兴奋，称赞他们是无畏无惧的女性活动家，狠狠回击了厌女症和大爷式占座。巴仔在家里嘚瑟，丽莎很快就注意到不对劲，她好怕自己支持崇拜的女孩帮幕后成员居然是巴仔。巴仔一瞧妹妹这么想，直接明牌说我就是女孩帮4把手。丽莎的世界观崩塌了，巴仔根本不了解女权主义，他凭什么代表女性去搞事儿？巴仔说，我虽然不懂女孩，但我懂搞事儿呀，只要能让我玩得开心，玩得过瘾。丽莎嘶声力竭，极力阻挠，认为巴仔是唯利是图的小人。巴仔表示，你抗议声这么大，你自己为嘛不上呀？丽莎确实不敢上，半夜去涂鸦，白天她还怎么专心听课写作业？她翻墙摔下去怎么办？跑路被人抓住打怎么办？好疼的说。巴仔哈哈一笑，让妹妹继续当光说不练的啦啦队。巴仔这天晚上又去秘密基地找朋克女孩们搞事儿，女孩们却说，因为男孩权力联盟疯狂搞事，阿可退让了，下映销毁了所有女版猫鼠动画，这让朋克女孩们意识到男孩都是坏蛋。巴仔现在连男仆都不配当了，被朋克女孩们狠揍了一顿。女孩帮偷走了原版猫鼠动画，表示阿可不重新上映女版猫鼠的话，他们就连原版一起毁了，大家以后就都别想再看到这动画。丽莎根据哥哥追踪器找到巴仔并解救出来后，兄妹俩一起去阻止女孩帮。丽莎一脚踹翻粉底液池，熏得在场男生们集体掉眼泪，算是阴差阳错帮了女孩帮。事后朋克女孩们觉得丽莎 so cool，而且又是女孩，邀请她加入团队。女孩帮改名月下4姐妹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小视频我们再见。